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35歲譚松韻逍遙演少女，被指向男主姐姐，娃娃臉失靈了。近期，央視8套黃金檔播出的古裝劇《逍遙》在收穫高收視率的同時，意外地將女主角譚松韻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曾經憑借自然靈動的少女形象備受喜愛的她，在這部劇中卻因飾演青春少愛的角色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質疑。這一現象不僅關乎一位演員的轉型之路，更折射出當下影視行業在選角審美、角色定位與觀眾期待之間日益凸顯的矛盾。央視大劇的熱度與爭議，《逍遙》自開播以來便穩居同時段收視榜首，相關話題持續佔據各大社交平台熱搜。作為央視精心打造的古裝作品，該劇在製作水準、服裝道具等方面均展現出精良品質，吸引了大量觀眾駐足觀看。然而，隨着劇情推進，觀眾的討論焦點卻逐漸從劇情本身轉移到了角色塑造與演員適配度上。在長輩們的茶餘飯後與網絡討論區中，譚松韻是否適合這個角色成為反覆被提及的話題。觀眾抱着對央視製作水準的期待而來，卻在追劇過程中感受到了明顯的違和感。這種期待與現實的落差引發了廣泛爭議。譚松韻的演藝之路，從少女感標杆到爭議漩渦。回顧譚松韻的演藝生涯，她的成功與少女感密不可分。2011年，21歲的譚松韻在《甄嬛傳》中飾演14歲的純貴人，那張稚氣未脫的面孔成為許多觀眾對少女感的最初印象。她以清新自然的表演將角色的天真爛漫詮釋得恰到好處，毫無違和感。5年後，她在青春校園劇《最好的我們》中飾演高中生耿耿，這部劇幾乎成為她的代表作之一。劇中，她承擔了860多場戲份，用細膩的表演勾勒出青春的真實模樣，不僅贏得了觀眾的喜愛，更獲得了首屆中國網絡影視節網絡電影最佳女主角獎。此後，她在《錦衣之下》中塑造的袁今夏一角，更是讓她的人氣達到新的高度。該劇長期佔據微博電視劇榜單首位，豆瓣評分穩定在7.5分。她憑借此角色榮獲多個最佳女演員獎項。從古裝到現代，從青春劇到家庭劇，譚松韻展現出不錯的戲路跨度，以《家人之名》中真實鮮活的李尖尖一角，再次證明了她在角色塑造上的能力。客觀而言，譚松韻的演技在同齡演員中一直保持在水平線之上，過往角色多數能引發觀眾共鳴。然而，正是這些成功塑造的少女形象，為今日的爭議埋下了伏筆。逍遙中的反差，少女設定與成熟面容的碰撞。在逍遙中，譚松韻飾演的角色在劇情前期被設定為天真爛漫的少女，這一要求與觀眾實際在屏幕上看到的效果產生了明顯差距。劇中有一場溪邊戲水的場景，當鏡頭拉近時，可以清晰看到演員的面部線條已不如從前緊緻，皮膚狀態也難以完全掩蓋歲月的痕跡。儘管造型師試圖通過服飾和髮型營造少女感，但效果適得其反，反而凸顯了角色設定與演員狀態之間的不協調。更為突出的是她與男主角侯明昊的同框畫面。28歲的侯明昊在劇中展現出少年應有的朝氣與靈動，而35歲的譚松韻則不可避免地顯露出成熟女性的特徵。兩人之間缺乏觀眾期待的情侶 CP 感，反而更像是姐弟互動，這種觀感直接影響了劇情的情感張力。網友的評價直白而犀利，看她演少女太出戲了，滿臉都是歲月的痕跡。另一條高讚評論則提出疑問，明明有那麼多適合自己年齡的角色，為什麼非要硬演少女？雙引號。侯明昊的穩定表現，青年演員的可塑性。
與譚松韻的爭議形成對比的是，男主角侯明昊的表現獲得了觀眾的普遍認可。作為新生代演員，他在劇中將角色的少年義氣與成長蛻變把握得恰到好處。劇中一場關鍵的重逢戲中，侯明昊沒有選擇誇張的情緒爆發，而是通過眼神的細微變化和克制的肢體語言，將角色內心的複雜情感層層遞進地呈現出來。這種收放自如的表演讓觀眾看到了青年演員的可塑性與專業素養。此外，他的台詞功底也備受稱讚。面對古裝劇特有的書面化對白，他能夠做到吐字清晰、情感飽滿、表達自然。在與其他演員的對手戲中，既不搶戲也不怯場，展現了良好的戲劇素養。不少觀眾坦言，正是侯明昊的穩定發揮，讓他們有動力繼續追劇。行業現象的折射，中年女演員的少女困境。譚松韻在《逍遙》中遭遇的爭議並非孤立，它折射出當下影視行業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中年女演員面臨的角色困境。一方面，市場上適合中年女演員的優質劇本相對匱乏，大量資源仍向青春題材傾斜；另一方面，部分演員出於市場流量考慮，勉強接受與自身年齡狀態不符的少女角色，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這種困境的背後是影視行業長期以來對女性角色設定的審美固化，認為只有少女形象才能吸引觀眾，帶動流量。然而，觀眾審美正在發生變化，他們越來越看重演員與角色的真實契合度，而非單純追求表面的少女感。尋找出路，角色適配度勝過年齡標籤。譚松韻在《逍遙》中面臨的爭議，實際上為整個行業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演員的職業生涯規劃應當更加注重角色適配度，而非盲目追求不符合自身狀態的形象。不同年齡段的演員各有其獨特魅力，中年女演員完全可以在適合自己年齡段的角色中展現出更深層次的表演功力，塑造出更為複雜立體的人物形象。國內外均有不少優秀案例證明，成熟女演員同樣能夠擔綱主演並贏得觀眾認可。對於演員而言，找準自身定位，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選擇適合自己的角色，才是可持續發展的職業道路。強行演繹與自身狀態不符的角色，不僅難以獲得觀眾認同，也可能影響演員自身的藝術成長。結與逍遙引發的這場討論，表面上是關於一位演員與一個角色的適配問題，實質上卻觸及了影視行業在選角理念、角色多樣性以及演員職業發展等更深層次的議題。觀眾的反饋傳遞了一個明確信號：演技與角色適配度遠比表面的少女感更為重要。隨着觀眾審美水平的提升，市場終將回歸理性。那些真正貼合角色、用心塑造人物的表演，才會得到長久的認可。對於譚松韻這樣的實力派演員而言，此次爭議或許正是轉型的契機。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展現不同的藝術魅力，本就是演員職業生涯的自然規律。放下對少女感的執着，擁抱與自身狀態契合的角色，用扎實的演技征服觀眾，或許才是更為明智的選擇。而對於整個行業來說，提供更多樣化的角色選擇，打破對女性角色的年齡桎梏，才能促進影視創作的良性發展，滿足觀眾日益多元的審美需求。只有當行業內外共同努力，才能讓每一位演員都在適合自己的舞台上綻放光彩，讓每一個角色都找到最合適的詮釋者。